随着空中阴影威胁的日益加剧，军方已规划在2026年前，全台范围内将新设12处天宫3型飞弹阵地。台湾科学院正全力配合研发整合长程预警雷达情报，旨在提升反弹道飞弹的防护效益。根据台防部于20日提交给法院部的天宫飞弹阵地整体规划与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台湾科学院在2001至2007年期间已成功研发出低层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层系计划。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敌空中威胁以及天宫2型武器系统机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原有的系统恐难以有效应对。因此，军方决定进行装备升级，以满足防空需求。台防部进一步解释，天宫3型防空飞弹系统不仅具备反弹道飞弹的防护能力，而且台湾科学院还计划在今年完成强攻专案的研发工作。未来，随着台湾军队的装备升级和工程进展，天宫3型飞弹系统将与长程预警雷达、导弹情报系统进行整合，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反弹道飞弹的防护效果。为确保重要防护目标的安全，并发挥不对称作战优势，军方决定将现有的飞弹及天宫2型飞弹逐步升级为天宫3型飞弹阵地。整个工程分为2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6处阵地已于2022年开工，预计将于2025年底完工，剩余的6处阵地则计划于2023至2026年间完成。台防部报告还提到，由于国际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影响，天宫3型飞弹阵地工程面临着物料价格飙升和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空军已积极检讨工作计划和预算调整，并滚动修正管制节点，以确保专案能如期在2026年完成，从而保持防空兵力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报告还强调，部署天宫3型防空飞弹系统后，将利用其强大的防空与机动作战能力，强化东西部防空火网，有效应对来袭导弹的威胁，并为周边重要目标提供坚实的防护。天宫防空导弹系统作为台湾陆军的主要防空武器之一，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已在全球防空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该系统是全球第3个采用相控阵列雷达的陆基长程防空导弹系统，展现出在远程接战、全区域覆盖以及全天候作战方面的卓越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系统中的搜索雷达采用了由美国 RCA 公司开发的长白相控阵列雷达，其庞大尺寸令人瞩目。该雷达能够在450公里外追踪高达2万米的目标，其探测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均处于领先地位，甚至超越了著名的爱国者导弹300系统的相控阵雷达。天宫防空导弹系统的天线阵面由5632个移向器收发单元组成，覆盖广阔的方位角和俯仰角范围。这种设计使得雷达波数能够迅速改变方向，从而能够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并有效导引攻击其中的24个目标。此外，长波雷达还具备频率节变能力，能够在遭受干扰时自动切换工作频率，确保了天宫防空导弹系统始终保持在世界防空技术的最前沿。天宫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展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提供的导弹性能无法满足台军需求，台湾科学院肩负起进一步研发的重任。1979年，天宫计划启动，分为2个开发项目，其中天宫甲型项目原计划采用冲压发动机，开发周期为7年，后于1984年更名为天宫2型，而天宫乙型项目则选择固体火箭马达作为动力，开发周期为4年，并在同一年更名为天宫1型。这一系列的命名和研发决策都凸显了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坚定决心和自主防卫能力的追求。1981年，台湾科学院在尝试与雷神公司合作无果后，毅然决定独立开发天宫1型导弹。在设计上，该导弹汲取了 IC-6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的精髓，采用双重导引系统和双重寻标器，以提升在复杂电子战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同时，为了增强单次发射的杀伤效果，导弹弹头设计采用了与雄风1型反舰导弹相媲美的重量。这种注重杀伤力和抗干扰能力的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了台湾在武器系统设计上的深思熟虑。在搜索雷达的选择上，天宫计划办公室坚持使用相控阵列雷达。然而，由于台湾在这一技术领域存在短板，曾一度陷入困境，直至1983年，台湾与美国无线电公司合作，共同开发 SIE 3D 相位阵列雷达，成功引进了关键技术。
这一雷达的研制任务最终交由台湾科学院第3研究所承担。1986年，天宫一型导弹的半主动导引巡标器和红外线巡标器的综合测试圆满完成。同年7月，该导弹进入先行量产阶段，并于12月15日正式命名为中正100。首批天宫一型导弹在随后亮相，并被送往军队进行测试。这些导弹以专用导弹箱装载，每个发射单元包含4枚导弹，全部装备在牵引式发射车上。初期，天宫一型导弹系统尚未配备专用搜索雷达和指挥系统，其目标搜索和锁定功能依赖于改进的英式导弹照明雷达。原计划使用的长白相控阵列雷达在开发过程中遭遇技术难题，然而台湾并未因此止步。1987年的侨泰演习中，天宫一型的初期构型得以展示，并在演习后进行了全面优化和修改。经过这些改进，1989年9月25日，正式版的天宫一型导弹和发射装置正式交付陆军。1993年2月，配备完整雷达和指挥装备的全功能天宫防空导弹连正式服役，每个导弹连配备1台长白雷达、2台照明雷达以及10辆发射车。这标志着台湾在防空导弹系统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同年9月30日，台湾陆军首个配备天宫型防空导弹连正式成立，开启了新的防空篇章。在现代防空导弹系统的评价中，关键指标主要集中在雷达系统和制导技术的先进程度上。台湾的天宫一型导弹系统就是受到美国海军宙斯盾战斗系统启发而设计的。其核心技术是以半主动制导的标准2导弹。天宫一型同样采用了相控阵雷达和半主动制导技术，其最大的特点是这种独特的制导方式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远程防空系统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半主动制导配置，相比于美国的爱国者系统和俄罗斯的 S-300系统，显著减轻了长白雷达在指挥作战中的压力，同时增强了对空中目标的追踪与控制能力。在发动机设计方面，其结构包括外部隔热罩和传递控制信号的导管。这种设计不仅令发动机成为导弹的动力源，也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外部的隔热防护罩确保了导弹在高速飞行中的稳定性与安全。天宫一型与爱国者导弹在技术上相似，也使用了高性能的 HTPB 混合推进剂，射程可达100公里。其发射筒设计为密封加固的方形铝制箱体，内置隔热层，这不仅便于导弹的运输和存储，也增强了其在实战中的适应性和安全性。长白雷达作为天宫一型系统的核心，采用了美国提供的固态收发单元和电子扫描技术。雷达的天线阵面由6000个收发单元组成，覆盖120度的方位角和70度的仰伏角。由于雷达采用无机械传动部件，扫描时无机械惯性，能快速改变扫描位置，实现对多个目标的同时跟踪。长白雷达还具备频率跳变能力，在遭受电子干扰时能自动切换工作频率，有效抵抗敌方电子干扰，显著提升了整个防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作战效能。这些先进的技术特点使天宫一型导弹系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战略需求的演变，台湾的防空导弹系统也在持续进化。1997年，台湾开始量产更先进的天宫2型防空导弹，这标志着又一重要的技术突破。天宫2型最初的原型弹采用了2节式弹体设计，体积略大于天宫一型。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量产型的导引舱段得到显著缩小，这不仅保持了弹体的原有规格，还提升了性能和经济效益。天宫2型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如射程增加到200公里，射高和主动雷达导引技术也有所提升。除了军事领域，天宫2型在科学研究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台湾的太空计划中使用的太空火箭与天宫2型的外形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暗示了天宫2型有可能作为一种发射载具被使用，表明台湾可能在利用太空火箭技术开发远程弹道导弹技术。此外，天宫3型防空导弹作为一个更先进的系统，自1996年开始策划，专为拦截低空层战术弹道导弹而设计，但直到2001年才开始正式的研发工作。台湾军方为此拨款高达190亿新台币。这一项目与雄风3型和雄风21型并列，被统称为新3代。国外媒体早期曾推测，天宫3型可能会配备升级后的长白雷达4代型号。
这种新型雷达的搜索距离可达1000公里。然而，后来台湾科学院公开的模型和实体照片显示，天宫3型在设计上放弃了过去的加固阵地理念，转而采用可以快速机动部署的系统。这一系统配备了类似爱国者导弹系统的 NMPQ65 机动相位雷达车，这是一种中程3维相对射控雷达，侦测距离超过400公里。这一变化不仅显示了台湾在防空系统领域的战术灵活性，也体现了其在技术上的进步。2007年，台湾军方在盛大的铜镜演习中首次公开展示了天宫3型导弹，并在之后的台北国际航太及防御工业展中多次展出，展示了其引人注目的4联装垂直发射系统。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天宫3型的消息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2014年12月，台湾科学院再次引发广泛关注。他们发布了关于天宫3型导弹后续试射的影片和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天宫3型导弹的性能极为出色，最高速度可达惊人的7马赫，机动过载能力约为50G。这种导弹主要用于防御包括定翼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短程战术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低雷达反射截面飞机等多种威胁。凭借这些先进的性能，天宫3型被誉为近年来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更激动人心的是，最新的媒体报道显示，台湾已经开始研发天宫4型导弹，其研发进展初见成效。天宫4型在性能上的提升显著，据传其射程可能达到3250公里甚至3700公里，射速每小时达7500公里至8500公里。这些性能的显著提升，无疑将使天宫4型成为全球范围内极为先进的导弹系统之一。经国号战斗机作为台湾空军2代主力的佼佼者，其研发得益于美国的协助，并由后来的汉翔航天公司航发中心负责生产。这款轻型防空战机虽然在美国试驾时受到诸多限制，导致其性能似乎有所束缚，如推力略显不足、航程有限等。然而，考虑到其设计初衷，作为防空识别区内的空优作战轻战机，其表现便显得恰如其分。该机空重约6、5吨，正常任务起飞重量接近9吨，而配备的2具 F125发动机能够提供最大5到9吨的后燃推力。实际上并不存在推力不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当年对台湾研发战机的规格设定严格，要求作战半径与 F1相当，空战战力比肩 Y16，但在地域对海攻击方面则从机体吨位、航电功能上加以限制，这使得经国号战斗机以防御性著称。尽管如此，它依然装备了先进的航天系统以及台湾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天剑2型主动雷达导引空对空飞弹，使其在空战中表现出色。再加上其后勤维护的便捷与完善，经国号战斗机的妥善率稳居2代战机之首，综合战斗力更是超越了同为2代战机的 F16A， 仅次于幻象2000。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空军面临着主力战机 F104的老旧问题，而 F51战机仅能执行低空巡逻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航发中心在成功获取 T-104270 发动机以及完成天剑1型飞弹试射后，开始着手研发新型战机，并最终试飞成功。随后，在完成天剑2型飞弹的试射后，台湾空军成立了首个 IDF 作战中队。战机研制初期曾以 F15为蓝本，但后来由于设计上的考虑，一度尝试三角翼设计，然而因缺乏必要的气力设计数据而最终放弃。不过，这一尝试为后续的战机性能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IDF 的机体设计颇具匠心，其进气口高弓角的特性为其带来了显著优势。进气口向内弯曲并缩小的设计，使得战机在高弓角状态下能够避免因发动机进气量不足而失速的问题。此外，这种设计还有助于减少发动机余热散失，无形中增强了飞机的隐身性能。这一创新设计受到了美国研发人员的高度赞誉。至于放弃 AF15构型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虽然与机身相契合，但双垂直尾翼需要双套结构、机构和控制面，这增加了机体重量，降低了容积效率，增大了表面积和摩擦阻力，不利于飞机的加速性能，因此最终决定放弃这一构型。IDF 战机原本计划购买美国的 G79型发动机，但当时美国对此态度并不积极。而与此同时 ，T-1042发动机的初步设计已经完成，因此决定采用这款发动机。
这一选择随后引发了一些关于作战半径、制空时间和载弹量的质疑。然而 ，IDF 作为专为台湾设计的防空战机，其作战半径达到400公里，已足够满足需求。虽然有人猜测工程师可以进一步增大作战半径，但实际上受限于多种因素，这并非易事。相较于作战半径 ，IDF 的制空时间确实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其制空时间仅为40分钟，相比之下，幻象2000的制空时间达到了180分钟。即使搭配副油箱 ，IDF 的制空时间也只能增加至90分钟。而且副油箱的添加会增加机体重量，进而影响飞机的灵活性。在武装配备方面 ，IDF 也面临着挑战。如果携带副油箱，它只能挂载2枚飞弹，这大大降低了其作战效益。至于为何 IDF 当初没有选择 M7 飞弹，除了美国方面的销售限制外， M7 飞弹的大机翼与 IDF 的兼容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综合考虑飞弹配置和多种因素， IDF 最终选择了舰2飞弹。舰2飞弹不仅资料齐全、性能优越，而且具有自主研发的优势。台湾科学院在 IDF 采用舰2飞弹后，也持续对这款飞弹进行研发升级。新一代舰2飞弹的最大射程已提升至90公里以上，并具备射后物理的能力，使其在战场上更具威力。前年，增程型雄风3型反舰飞弹开始准备量产，台湾随后着手开发空射版本，并计划装备到 IDF 战机上。这一举措将使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形成多样化的配置，包括水面暗射与空中发射，构成一整个产品系列。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多版本开发的做法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例如，菲律宾不久前与印度签约，购买可进行箭射、暗射、空射及潜射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飞弹。此举旨在满足各军种的需求，提升其整体战斗力，并开拓出口市场。菲律宾根据自身的防御需求，选择了暗射型和箭射型的亚音速及超音速反舰飞弹。这些飞弹各有其优势和局限，互补性强。至于空射型超音速反舰飞弹的一大优势，自然是其远程打击能力，再加上搭载战机的作战半径，其攻击范围得到了显著扩大。同时，战机的高机动性使得2架战机可以从不同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并协同操作，使得飞弹几乎同时击中目标。在通常每架战机可以携带2枚飞弹的配置下，敌方水面舰艇面临短时间内拦截4枚从不同方向飞来的超音速飞弹，这无疑增加了防御难度，也提高了空射型飞弹突破敌方防空网的可能性。目前，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装备空射型超音速反舰飞弹。无论是印度的布拉莫斯，还是日本的 ASM3，均使用与雄风3型相同的冲压发动机。因此，台湾计划开发空射型雄风3型，并非出人意料。尽管这将面临一系列技术挑战，而针对空射型雄风3型反舰飞弹的发展，我们面临2大主要难题。首先，发射平台的问题尤为突出。空射型雄风3型预计会挂载在 IDF 战机上，但 IDF 作为一款轻型的防御战机，其航程和承载能力有限。考虑到雄风3型飞弹本身的体积和重量，如何确保其成功挂载，并在执行反舰任务时不会对 IDF 构成过大的负担，是一大技术挑战。目前，我们考虑通过缩小弹体、减少内在燃料来降低重量，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射程缩短至约120公里。这样的设计思路与布拉莫斯飞弹的发展有相似之处。我们需要在保证 IDF 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寻找最佳的挂载方案。其次， IDF 战机本身的性能特点也对我们的发展计划构成了一定的限制。IDF 主要是一款空优战机，其雷达等航电系统以空战为主，制海与对地攻击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尽管经过升级计划， IDF 的对地攻击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其执行制海任务的能力仍有待验证。与此同时，另一款主力战机 F-16在升级后具备了完整的制海与对地攻击能力，并可发射鱼叉反舰飞弹，这使得 IDF 配备另一款反舰飞弹的必要性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然而，面对这些挑战和质疑，军方仍然有了发展空射型雄风3型的想法，想必也是基于一定的战略考量和实际需求。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空射型雄风3型反舰飞弹能够成功挂载在 IDF 战机上，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挑战，台湾的科研人员从未放弃，而是采取了多种策略来提升 IDF 战机的作战效能，确保其能有效搭载雄风3型反舰飞弹。一方面，科研团队正在努力对 IDF 战机进行结构优化和重量减轻，以增加其携带更大载荷的能力。通过使用更先进的复合材料和重新设计飞机的内部结构，不仅能提升飞机的整体性能，还能为携带更重的武器装备留出空间。此外，为了确保 IDF 战机在搭载雄风3型反舰飞弹后仍能保持优越的空中机动性，研发团队还在不断改良飞控系统和推进技术。这些升级使得 IDF 战机即使在挂载重型武器时，也能保持快速响应和高度灵活的机动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其在实战中的生存率和攻击精度。针对战机航电系统的局限性，军方也启动了一系列升级项目，旨在提升 IDF 的多任务处理能力，特别是在制海和对地攻击方面。新的航电系统将整合更高级的雷达技术和导航系统，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和任务需求。这不仅会提高 IDF 战机的作战效率，还将扩大其任务的多样性，使其能够执行更广泛的战术任务。同时，台湾防御技术研发不断探索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引进外国的高端技术和经验。通过与国际先进的科技企业合作，台湾希望能够快速提升本土防御技术的竞争力，并缩短技术研发的时间周期。这种国际合作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战术训练和联合演习，以增强台湾军方的实战能力和战术应变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台湾也在积极推动防御自主的战略方针，加大对高新技术武器系统的投入，特别是在导弹防御和海上防御能力上。通过发展如雄风3型这样的高性能武器系统，台湾不仅能够有效威慑潜在的海上威胁，还能在区域安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台湾希望将 IDF 战机和雄风3型反舰飞弹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防御系统。这不仅会大幅增强台湾的人民安全，也将提升其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未来，随着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实施，台湾的空中力量将成为确保区域稳定与和平的关键力量。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